永平姐呢，之前也是在这个台北市政府服务过。那我们身为这个双北人，我今天一直在想说，天哪，我不会要向全国人民道歉吧？是不是？就是因为害大家什么陪我们一起坐牢，那你会觉得很无聊，就是有人这么无聊啊。因为在疫情下，真的没有人是局外人。好，可是你说喊出这个话的，比如说是台北市议员还是苗博雅，好，那么甚至之前桃园市议员王浩宇，反正他们都是这个分进合集一口气了啊。那包括很多侧翼也开始在喊了，就说就是双北啊，双北这2个市长绑架了全台湾的人民。好，那我只是说，这讲的是人话吗？是人话吗？为什么这样讲？那说穿了，其实，就是政治嘛。就是要打柯文哲。其实苗博雅作为台北市议员在这个电视节目上讲出说全台湾都陪双北坐牢，这种很容易下标题，而且非常他还怪媒体下标耸动，他怪媒体对，但我的意思就是说，就说这个事情本来就很耸动嘛，你讲出这种话，你怎么能怪人家把你下标题呢？但是事实上，我们也看到呢，这个话。说这个苗博雅说了之后呢，其实反对他而且不满的声浪呢排山倒海而来，那也逼迫苗博雅呢，他其实在昨天道歉了，他正式的在脸书道歉了。那我要讲的这个意思就是说，因为苗博雅他其实是属于绿营中的比较年轻的侧翼，哈。那他在台北市能当选市议员呢，也是属于这个比较愤青、绝青啊，就是民进党的那个青年，当时搞太阳花那批人的知青派、知青形象。但是这一次他讲出说陪双北坐牢的事情呢，连这批人在网络上面都引发非常大的反弹。对，就说因为我们其实可以看得出来。你任何的政治操作，你就算很娴熟于政治操作，你不能够倒果为因。对，因为如果说大家真的要讲，其实这次双北是谁的受害者？是你民进党绿营执政，而且是未来有除军之称的郑文灿的桃园市管理不当的受害者。不是嘛？还有3+11嘛？现在在聊天室刷起来了，大家说3+11害惨双北。3+11，首先是范云嘛，对不对啊？也是民进党的，对不对？民进党的立法委员以及陈时中他们放水嘛。可是放水了之后呢，主要出现的是这个诺富特的群聚感染嘛。对。那诺富特的群聚感染，那个旅馆怎么可以如此的离谱，把防疫旅馆跟一般的民众的这个住宿呢混居？好，然后整个管理如此的失当呢，那这个也是桃园市政府的责任啊。对，也就是说，今天如果不是桃园管理失当，而且桃园不是属于北部生活圈，也就是说这一批人呢，他们这个不得了感染呢不自知，然后一直跑到双北来活动跟消费，所以使得双北变成是重灾区。如果他今天发生的是高雄的小港机场，那就是南部受伤了啊。对，那难道你要去怪说你自己防堵不力，你第一线防堵不力，中央防堵不力，桃园市防堵不力，然后你跑来怪双北？所以苗博雅呢，他作为绿营的侧翼啊，讲出这样子的话呢，其实造成的这个反弹，尤其大家不是在讲吗？那你们以前讲同岛一命是讲假的吗？其实现在大家都看出来了嘛，民进党从这个疫情操作以来，没错，那个千惠我在你这上面写的，我写的也是同党一命。那苗博雅又会说，他也不是民进党的，那叫做同色一命。对，他只能算侧翼。你如果不是绿色的，你就跟我们不同命，对不对？譬如说蔡英文也是这样的做法啊，他作为一个总统。对于现在疫情的这个问题，大家受这么多的苦，然后对未来感到这么大的忧虑，你不好好的来安慰全国人民，反而呢，在这个打疫苗各方面呢，只撑在民进党执政的县市。对，事实上，民进党的执政的县市，除了你桃园是这个问题的根源以外，你其他的问题主要是双北，你这样子不是就故意的又造成了说。台湾的不团结吗？那台湾的不团结是完全你民进党一路造成下来的，结果你还有口口声声的讲团结，这不是像放羊的孩子吗？所以我觉得今天真正已经很多专家都提出来了，其实现在的数字对令人最忧虑的其实是桃园。对，可是呢，桃园由于是民进党执政的，所以民进党的绿网军啊。
还有民进党的政治人物呢，一直都在帮忙，对，好，一直都在帮忙保护，然后要把这个桃园的问题呢，压下来，或者是转移焦点。你看，譬如说他跑到这个来打台北市跟新北市啊，一下子就去打说这个疫苗分配有问题，一下子就去打说你防疫不力等等等等的，扯很多的这些小题大做、转移焦点的做法，其实都是在护他的桃园呢是真正问题的根源。而现在我们看到桃园的确诊人数各方面呢还没有控制下来，真正的问题还在桃园。好，除了护桃园之外，最近有没有看到他们也是在捧高雄啊？对，奇迈好棒棒是吧？对。另外一个捧高雄更好笑了，因为高雄本来就，除非第一个。当时大家发生说，哎，有群聚感染，而且主要是在万华还有新北市的，譬如说像中和、三重几个区域的时刻，对，马上大家就警觉了，然后就希望大家不要旅游，假日也不要这个访友，也不要再进行什么，很多活动通通都被取消，连学校都不能去的时候。你这个时候，你把问题比较控制在北部，你南部的疫情本来就很有限啊。是，那你很有限的情况下，你去讲一个根本没有疫情的地方，说你防疫好棒棒，这什么意思？这什么意思？这有意义吗？这有意义吗？你有多棒？我都根本没有疫情啊，那大家就乖乖在家里，事情也没有感染。可是他们就可以拿这个来说嘴啊，对不对？控制得很好，你看疫苗打得多流畅。所以第一个啦。打疫苗呢也没有什么了不起，大家也没有说打得不流畅。今天的真正的问题是我们觉得他在连分配疫苗的这件事情呢，都有政治考虑，看蓝绿嘛，颜色考虑。因为正常状态，如果说这次的主要疫情社区感染重灾区是双北，对，那照说我们正常的逻辑是不是我在疫苗配置上，我应该双北我起码应该加50%吧？对不对？我应该让双北，而且在双北里面呢，还应该跟双北市长商议，说哪些是重点热区。那我在热区呢，我就先把热区的民众赶快先去打上疫苗，对不对？那你这样子是不是就可以比较防范说他不要再往外扩散？是。结果呢，不但不是这样，你配给高雄毫无疫情的地方。比新北市疫情严重的疫苗，之前还配得多。对，后来大家在那边骂之后呢，他才把一些比较有疫情的地区呢，多增加10%。对，再重新就是说这些分配的概念呢，一塌糊涂。这个就跟大家现在非常生气，说你民进党现在打疫苗，疫苗这么奇缺啊，疫苗这么欠缺，根本就是你施政不力的结果。结果你竟然还去。让这个所谓第二类一些不相干的高官，对可能都利用你的这个裙带关系，没事就去打疫苗，所以陈文茜才说，那你敢不敢公布你这个第二类的名单？因为我真的觉得这个第二类最具争议的部分在哪里？他怎么可施打的人数越来越多啊？哎，他本来从9万人。那后来又增加到13.9万人，到昨天我看到的数字，指挥中心说是16万人，怎么越打越多？好，那也帮他算了，指挥中心说是中央的这些人员施打大概有3300人，地方人员4100人，那也才7000多人啊，那你其他的15万2000多人是谁打掉的？是谁要打的？所以。被陈文茜挑战说你敢不敢公布名单的时候，陈时中他们说，哎呀，这个不行啊，这个受到个资法的来保护。那你个资法保护也可以，你可以就像刚才千惠问了一个很好的问题啊，也是媒体记者应该要追问的事情。那你告诉我，你16万人怎么分配？对吗？你所谓的中央的3300人是什么样的中央的人？你有没有真的打到刀口上？譬如说，你打的人里面，卫福部占多少？对，好，那个国防部占多少？什么部会占多少？你把这个分配分类给我们看看嘛。或者是说他打到什么层级，你给大家看一看嘛。譬如说，你看到说，哎，这个什么做文职的啦，做办公室的啦，根本不接受第一线的啦。结果这一些人，你不需要写名字，对，我们不用跟你考虑名字。可是你只要告诉我们说，哎，是这批人在打，大家自然就可以分
分辨出来说它有没有合理性嘛？对，就像今天海巡就爆出来，哎，海巡人员在第一线嘛，对不对？在第一线执法嘛。都没打，好，都没有打哦。那打的是谁？这中部海巡基层的队员爆料，打的是谁？都是打在坐办公室的这些长官呐、行政人员身上。那这不就一目了然了吗？对呀、所以这个很就有违施打正义嘛。没错，就说千惠，我刚才正要讲，你现在中央跟地方，你刚才已经问了，总共才7000多人。可是光这个7000多人呢，我们只要问一个问题，你不用告诉我名字，你只要告诉我职等。对。对，如果发现说，哎，怎么都是那种高职级的，对都是什么检任官以上、政务官的人在打，然后呢，哎，基层的人比例怎么那么低？对，那这个就一目了然了，因为事实上在这一波，我们觉得最需要打的其实是基层人士。是，我再讲一下，就是你越平常越没有注意到的第一线服务的，我们当时不是一再的讲吗？很多漏洞其实是。医院你第一个一定会打医生，你其次会打护士，这个是理所当然。对，可是你不可以忘了那个清洁的阿嫂啊，没错，你不可以去忘了那个收垃圾、收垃圾的那些人员，因为你这个部分也是高风险群，你一忘记了，它就传播出去了嘛，因为他们比医事人员还会流动嘛。对。那从这个问题其实就可以看出来，光这个第二类呢，现在引发这么多的争议。然后现在我们讲到这里，都还没有回答说，你16万人中减去这个7000人，你知道跟政府有关的，那另外其他的那个15万多人是在干嘛？是谁在打？对不对？那你如果说那些部分，真的我也不晓得要怎么帮他解释，那些人到底是谁？对，不知道，对不对？所以你在这个状况底下，譬如说这里头一定也有一些民意代表嘛。对，其实我认为了啊，以国际上来看呢，我觉得国会是高风险，所以立法委员打呢，我没有意见。我认为立法院是一定要打，除非他休会。对。可是你说一旦到了那个地方的议会，甚至代表会，是不是要打到那么普遍？因为我们知道议会基本上已经不开会了，是。好，那甚至很多代表会他也都停会了。也就是说，如果他们没有在做他们本来的职权，那你就不需要把它放在这个立刻施打的情况。那如果有譬如说他继续的在这个做相关的这些服务啦、跑行程各种工作来讲呢，那很可能你就必须要考虑，因为这些民意代表来讲，他也确实在这个领域理由来说是高风险。但从另外一个角度，现在公祭也不可以办了，是婚礼也不可以宴客了，就是一大堆的这些事情。那到底你要怎么样来合理？那今天台湾最严重的问题是，到现在疫苗通通都是空气中，对，一直说我有这个，我有那个，讲来讲去，但通通都没到。现在也就是来到的都是伸手牌，人家送你的。日本的这个124万 AZ 嘛，那日本的这个124万之前也是莫名其妙啊。本来日本它有1.2亿的疫苗可以释出，结果我们自己只去跟人家讨100万剂，就说不要那么多，24万剂他还送我们的，就我们这个政府如此的莫名其妙，这民进党如此的莫名其妙。那他们现在所有的重点呢，就是在搞分化。